119,800. Yes, the on-the-road price for the executive variants is 106,800. We also have a special introduction offer for buyers, which is a rebate worth 7,000. For customers who have the deals before 31st March 2026. Therefore, with the rebate applied, the on-the-road price for premium variants is now 112,800, 99,800. As a community accessory package with a boot tray, sunshade, and the door visor worth 700 will be offered the first 1,500 customers only. Alright,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那今天呢，我就来到了 Proton COE Proton 的 Test Track 来試駕最新的2026 Proton X70。它算改款吗？它算升级吗？有一点算，又有一點不算，因為這個2026 Proton X70 做了一個很重大的修改，就是它從 3 cylinder 換去4 cylinder。那其實從2020一開始 Proton X70 就是 1.8 litre 4 cylinder， 搭配 6-speed automatic gearbox， 然後之後再變成 1.5 litre 3 cylinder engine， 搭配這個 DCT 變速箱。那再來它也有升級了一些東西，像是它的懸掛啦、handling 啦、steering 啦、NVH 啊等等都有加強，所以事不宜遲，我們就透過今天這幾個環節來一邊試駕一邊跟大家分享這個2026 Proton X70 的 details。Let's go。那當然，這具引擎啊，它不只是從3氣缸變成4氣缸，因為它從 timing belt 變成 timing change。那 timing change 啊，它的使用壽命是超過20萬公里，所以Proton說它的維修保養成本更低。再來 timing chain 呢，它也比之前的 timing belt 降低了 25.24% 的這個噪音，也讓引擎的 NVH 提升了 4.5%。值得一提的就是啊，這個代號 BHE15 的 1.5 L 4氣缸引擎廣泛應用在吉利集團底下的很多品牌，包括 Lynk & Co 領克，所以我們在這一具引擎的很多個地方都看到 Lynk & Co 的這個 logo。那它跟之前的引擎最大的不同就是 BHE15 是一個 hybrid ready 的 powertrain， 所以它是兼容 HEV 跟 PHEV， 所以我們可以預見的就是接下來 Proton 將會逐步淘汰掉 1.5 L 3 cylinder 的引擎，換成這個 1.5 L 4 cylinder， 以便為將來要進行 hybrid 做準備。那首先第一個環節呢，就是讓我們來體驗2026 Proton X70 的 NVH 表現。那 NVH 是 Noise Vibration 跟 Harshness 的縮寫。簡單來講，就是讓大家知道說這個車子的隔音、噪音表現得到了哪一些的升級。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banking 這個 curve 這邊去體驗。OK， 我們來感覺一下。Okay, so as a 後排乘客來講，我覺得這個引擎肯定它的 vibration 是降低很多了的啦。compared to 那個3 cylinder 的風聲，我們是沒有聽到啦。剛才我們是加超過100 km/h，so 只是輪胎的聲音還是非常的明顯。你會聽到輪胎，因為它油耗是6.9 6.9 right？ Yes， 6.9。它油耗是6.9 liter per 100 km， 所以你要追求到比較好的這個油耗表現，你就要用比較 Eco 的 tire。那比較 Eco 的 tire 滑紋塊就比較多，那滑紋塊比較多，跟路面的接觸縫隙就越多，噪音就越大了。所以輪胎是如果有預算，可能可以換抓地力好一點的輪胎啦。就
其實 X70 在多年前推出以來，它在 market 上都處於中上了啦。我們就講新車的 quality compared to 日系的那一種 B7、C7 SUV。等下我去駕駛座上面，我再感受一下。我覺得前軸的這個噪音是比較少一點，比較安靜的。然後的確呀，因為你 physics 嘛，你知道嗎？3 cylinder、4 cylinder， 加速，方向盤的轉向力度是比較輕一點。簡單來講比較好駕啦，但是我會希望它再硬一點，把可以調的嘛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EPS 可以加速。換擋節奏跟換擋速度跟最新的 X50 一樣，說 Proton 或者說吉利的這個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它不是 Volkswagen DSG 的那個個性，它是比較 soft 一點點的 DSG， 就比較接近 Torque Converter， 但是它又怎麼講，就很不 DCT 的一種 DCT 的 design 啦。可以加速，看到嗎？姍來遲，這樣 RPM 5000、4000多，沒有 pedal shift， 沒有 pedal shift。OK，slow down， 140。Alright， 那現在就簡短的為這個2026的 Proton X70 做一個結論。我們先從外觀講起啦。我們都看到了這個2026 Proton X70， 其實在之前已經做過一次改款，所以它的車頭造型看起來更加的現代，那個 front grille 更加的大，更加的有氣勢。但它的那個車尾燈你知道嗎？好像巴加伊蛋的眼睛這樣子，然後它就不是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博越酷，或者是博越 L 的那個造型，就是貫穿式，然後很怎麼講，很鋼彈類型的那一種造型，好像 GAC、M 酷、M Zoom 這樣子的造型，所以它還是比較圓潤的這個 design 這樣子。我覺得外觀造型有進步，但是可能它是偏保守，還沒有到非常的 sporty。但 logo 也換了啦，因為最早的是盾形 logo， 後來变成了Proton的這個圓形，好像 Maybank 的 logo 這樣啦。然後裡面的話呢，因為現在時下最新的幾乎所有的C7 SUV 都用這懸浮式螢幕 floating screen， 就螢幕是在 eye level 比較高的位置，可是它還是保留了內嵌式的造型，可是就變成是一塊獨立的螢幕，凸出來的螢幕。然後當然這個2026 X70 Proton 也為它加入了 Wireless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之前要透過 OTA 升級，但現在是你買車裡面就內建了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Google Map、Waze、Spotify 等等，其實就算你沒有 Apple CarPlay， 它本來都內建 Joox Music 或者是 Spotify， 然後 Native 的 Map 等等它都有。質感方面，因為我記得最早 X70 是有 brown color 的那個座椅，那現在就是這個黑色，然後方向盤的整個質感都屬於中上啦。OK， 就這個價位 C segment 來講。然後後排乘坐的空間行李箱空間就還好而已啦，因為它底下有一個雖然是臨時備胎 Space Saver， 不過尺寸也是 T155還是蠻大的一個尺寸的備胎。然後後排乘坐空間那個大腿的地方支撐可以再多一點點啦，可能我腳長我大腿粗啦。OK， 我們講回駕駛的部分啦。那 of course 因為這個 X70 它是很有爭議啦，因為一開始是 1.8 L 6AD， 後來又變成是 DCT， 又從 1.8 4 cylinder 變成 1.5 3 cylinder， 現在又從 1.5 3 cylinder 變成這個 1.5 L 4 cylinder， 就是跟 X50 一樣的引擎，所以 output 也是180多 horsepower， 200多 Nm 這樣子。0到100賬面上可能是0到100 9點多秒吧，我該試到是10秒這樣子啦 ，around there 啦。Let's go. 3006 RPM。100。OK，10.52 OK 啦。Okay.
他強調的不是這個啦，強調的就是給你一種在 highway 行駛可以源源不絕的動力這樣子。那我剛才主要是測試了它的 NVH， 我覺得有進步。然後第二個就是它的直線加速。那其實直線加速你知道嗎？就是我覺得這車子做直線加速的意義不是很大啦，因為你不是買這些車來跟人家跑的嘛，你懂我意思嗎？你不是 Lamborghini Urus， 你不是什麼嘛，所以我覺得車子可以駕順駕，很 smooth， 很有力就 OK 了。那至於跟人家比0到100，可能不是 SUV 要追求的東西。然後 handling 的話，我還是覺得這個車子它的 weight distribution 它的 weight transfer 還是偏向頭重腳輕這樣子。So 我覺得絕大部分的 driver， 絕大部分的駕駛者，沒有事情都不會踩着油出彎，踩着油入彎的啦 ，OK？ 所以我覺得 for general 的駕駛者，他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如果你是追求駕駛樂趣，你是去到 corner hard brake， 然後順着那個 corner， 然後出 corner 的時候加大油門，踩着油出彎的那些人，然後你在山路左右來回擺動的話，那可能他的 body roll 你需要時間去適應它，你需要花時間跟他相處，找到一個比較舒服的駕駛吧。它是需要時間去 build up confidence。它還是一個追求舒適為主的車呀，它有 sport mode， 它可以很 sporty， 但它還是一個 comfort SUV， 就跟絕大部分的中國底子的 SUV 一樣，都是追求高速公路駕駛者的舒適性、乘客的這個舒適性為主，所以可能它沒有太多很硬邦邦，像 maybe Volkswagen Tiguan 還是你知道吧 OC 的這樣子的這種超價表現啦。overall 來講，它的 back 還是很划算的，因為你現在看 X70， 它還是可能賣着頂配的可能120,000到130,000左右，那可能日系的 C segment 都是越賣越貴了啦。不要講 C 啦 ，B Plus segment 都可能賣到140,000-150,000這樣子，所以 Proton 作為這個馬來西亞的第一國產品牌，它在馬來西亞本地組裝，然後車子的整個成本控制也做到非常的好，所以你比人家便宜一個3-4萬塊，拿得到更好更多的料，所以你其實也不在乎二手價了，因為車都夠便宜哦，是吗？而且現在的這個 maintenance 又有所降低這樣子啊。當然因為現在是2026年的頭幾個星期而已，然後Proton就知道吧，動作很多啦，就是 launch 這個 launch 那個，然後他們現在又有電動車接下來又有 PHEV， 然後又有這個，所以我們就我們就看市場的反應是怎樣子。它在2026年帶着這個 package， 有新的這個暢機，新的infotainment system， 有齊全的 ADAS， 然後有 1.5L 4-cylinder turbo engine，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然後懸掛加強 ，NVH 改善。它不可以繼續的在市場上獲得消費者的青睞，我們就要看大家的反應。當然，我還是一樣的借着這一支影片，拋磚引玉，給現有的 Proton X70的車主一個機會來跟我們分享看，作為一個 X70的車主，你會不會推薦朋友去選擇購買這台車子？有什麼是你覺得哇買到它值了，我不怎麼講，我心滿意足啦 OK， 那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Proton 在這方面可以加強的，也歡迎留言，我們可以讓更多人可以看到大家的這個反饋這樣子啦。那車主是最誠實的，因為車主自己花錢出來買那個車子嘛，對不對？所以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我們一起來歡迎這個2026的 Proton X70，and let's go！ 沒下來 ，OK。